80年前，全世界突然灵气复苏，无数妖魔涌入人类社会。人类为了抵抗妖魔，开启了修真纪元。但是，一切都晚了。妖魔发起了总攻，80年后，全世界只剩李凌鹤最后一位真仙境强者。人类冲锋！李凌鹤，最后一个幸存者，再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，人类能赢吗？我们能赢！我回到了一切开始的3天前。老爷子已经正式任命我为龙腾集团的新任总裁。从今日起，你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了。滚吧！表哥，你相信有末日吗？啊？末日？开始装疯卖傻了吗你？前世你也是这样，我是受不了打击，装疯卖傻，甚至还说如果末日来了，你绝对不会管我。可当我父亲让我有来之时，是你一次又一次挡在我的面前守护我，让我活到了最后。你在说什么？不会真发疯了吧？表哥，前世我讨厌你，是因为我一直觉得你什么事情都要和我争和我抢，可后来我发现我错了，你一直在保护我，替我扛下了那些算计，还有那些针对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表哥，这一世我们不要再争了好不好？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，因为活着比什么都重要。你到底在发什么疯？啊，对，没时间解释。现在立刻冻结集团所有项目，最大规模套取现金流，动用所有人脉和资源去收购玉石。3天后灵气复苏，1年后万妖之门敞开，而唯一活下去的希望就是修炼。这一世，我要提前10年开启修炼纪元。崔真阳，你在写什么东西？前世灵气复苏就发生在3天后的午夜，夜空中浮现出名为斑山五岳的巨大异象虚影，随之修真者横空出世。起初没有修炼功法，所有人就把目光聚集在资源掠夺上，爆发了惨烈的10年混战，死伤无数。而这10年，妖魔韬光养晦，豁然出世。3位真仙感受到危险，从秦岭深处走出，公布了修炼功法。可那时候已经晚。哥，你相信我，这门功法你回去仔细看，照着学，这是唯一能够活下去的希望。够了！别胡闹了！这些不切实际的东西，再也不想看到。如果你没别的事，就赶紧滚，滚出我的办公室！没跟你开玩笑。3天后，这个世界将会发生巨变，玉石受灵气的温养转变为灵石，起初是3倍，1天后是10倍，以后更是有价无市。听我的，去多囤玉石，以后会有大用。哎。现在说这些没人会信，但没关系，我要的只是将消息透露出去。3天后天地异象降临那一刻，事实会证明一切。陈先生，刚才有一封邮件绕过拦截，直接发到我您的私户，还说了一些很奇怪的话，我哪里有呢？这都是什么？灵气复苏，五岳翻山，这个李凌鹤是什么人？李凌鹤他是江城李家的人，现在在龙腾集团当总裁。让一个疯子来当集团总裁，
我看这李家离败落的时间也不远了，以后这种事情不要拿给我看。是。这一世，我要终结这场无意义的混乱，带领全人类提前开启修炼纪元。想个计划。前世，所有人都发现玉石的转变可以帮助修炼。至此，玉石成为了最重要的修炼资源。当务之急就是要去收购玉石，不惜一切代价，有多少收多少。我要收购玉石，不要成品，要玉器废料，还有那些做不了首饰的废料玉石我也要。你有多少货？李总说的是原石吧？这个当然有。我手里至少有50亿的货，就看你能要多少了。40亿。李总，你说什么？我要全球扫货300亿，全球扫货。这40亿只是定金，今天就能支付，后续还会有300亿的追付，今天也能给你。不过你有那么多货。放心吧，李总。全世界的玉石集团，我们都有合作。别说300万吨货，就是再多100万吨，我也能给你凑够。好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2天内我必须收到货。什么？2天就2天，李总，只要钱到位，我保证2天之内把货给您送到。我亲自出马，现在就筹备。所有人集合。1年后。这些钱都将变成无用的废纸，而玉石可以酝酿灵气，帮助内修，是所有人活着的希望，也是开启修炼纪元的根基。但现在，这50亿灵石还是太少。喂，我要办理财产抵押。说什么？高价收玉石废料？有，当然有。你就说你要多少？什么？200亿？多少？花200亿买玉石边角料和原石废料，这是什么要求？你确定没在开玩笑？拿一堆垃圾挣200亿，这活我接了！快掉头回矿场！没问题。我们啥都缺，就是不缺玉石边角料和原石材料。2天内一定把货交上。发财了！什么情况？这有个神经病，花高价收购玉石边角料和原石废料。所有人，赶紧把你们库里那些开了窗的废料全都收集起来，裂纹的、没种纹的，甭管是整的还是碎的，全部按斤收。什么？李总大驾光临，不知要做多大的抵押呀？我要将李家名下所有产业及其股权、不动产全部用作抵押，能贷多少贷多少。至于利息嘛，不重要。李总，您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觉得我像是那种会开玩笑的人吗？不是，我就是要把整个李家都用作抵押。你给我一个估值吧，现在就要。好的，李总，我现在就算。整个李家所有的财产粗略估值400亿，全部抵押贷款，风险评估再不考虑信用问题、资产贬值等情况。不用风险评估了，400亿，走手续吧。明白。哦，对了，我要今晚就能到账，没问题。放心，李总。我已经赌上了李家的一切，今夜过后，整个李家都将一无所有，再无退路。爹，哥，不要怪我。3天后，你们就会明白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保护你们。在此之前，我得抓紧时间修炼。一起丹田暖，透夹击，闯玉枕，灌如潮涌如迸声，
涓涓源源，甘露降我重楼子，落黄庭，周而复循环无断，河漫漫自中流。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在灵气复苏异象降临之前，这个世界就已经有灵力的存在。不过，灵气复苏后，稀薄，它也足够我前期的修行。3天内，我必须筑基，突破2品。只有突破了2品，才能拥有超脱世俗的力量。我的话，也才能更有信心。综上所述，本季度龙腾集团总营收再创新高，现金流充沛，足以支撑下一阶段的战略扩张。我相信你可以比李林克做得更好。接下来，南美的项目就交给……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家主，龙腾集团的账户资金空了！什么？龙腾集团所有账户的流通资金超过50亿，被转走了，账面几乎已经清零了。怎么可能？是谁干的？是前总裁李林赫的权限，现在只能追查到权限是指向一个名为寰宇玉石的玉矿公司，仔细留下是全球各大矿产收购集团，领导都用来收购玉石了。玉石，混账东西！把这个逆子呢，把他给我绑来！我们已经去找过了，他人不见了。什么？李林赫他不是人，我只不过是罢免了他的总裁职位而已。他如果敢背叛家族，狠心毁了整个龙腾集团！不可能！放下！就算再胡闹，做出这种损害家族利益的事情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原因。等等，玉石！3天后，这个世界就会发生巨变，玉石受灵气的温养转变为灵石。你听我的，去多囤玉石，以后会有大用。他既然真的去买玉石了，不是在开玩笑，不能再浪费时间了，赶紧给李林赫打电话，把他找回来，再想办法联系寰宇玉石集团，看看能不能终止合作，追回投资，那可是50个亿呀！打电话有什么用？他人都不知道哪儿去了。会了，钱都会了。行了，都别吵了，50亿至少买的是玉石，回头咱们转手卖了就行了。说不定玉里还有极品帝王绿、翡翠什么的，卖了还能赚。是的，主席，只有如此了。家主英明。好了，此事啊告一段落了。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赶紧找李林赫，所有人都给我去找，就算是掘地3尺，也要把他给我找到。是。哎呀，这就是李林赫的家啊！不错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干什么的？在下网友千古行多的女孩，我们来是执行抵押回收的。昨天下午，李林赫到我们公司来，把你们李家名下所有的财产及其股权和地产全部抵押了。你说什么？说李林赫他把什么给抵押了？你们还不知道啊？李林赫把你们整个李家全部抵押了，在我这儿400亿。多少？400亿！抵押合同、证书、录像，在这儿啊，齐全的很。李林赫这个畜生，他怎么敢呀？他怎么敢把整个李家都给抵押了呀？他疯了吧？跑这么多钱干什么？王老板，李林赫他拿400亿干什么去了？你知不知道？他不会去买玉石了吧？对，是买玉石去了。他跑我这儿带了400亿，我以为你们李家要搞什么大动作呢，没想到呀，他竟然全买玉石去了，还买的是废料、边角料。哎呀，笑死我了！你说什么？你说他400亿全都买的边角料、废料，你们竟然还不知道啊！花400亿
全部买了垃圾。你们李家真是蝎子拉屎都不一份儿啊！笑死我了！疯了，李凌鹤他疯了！400亿买了一堆废料，他这是要让我们李家万劫不复啊！李浩轩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啊？李凌鹤最后一个和你见面的人就是你，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是说了，他说了什么？昨天他突然说末日要来，给我写了一份功法，让我修炼。他说3天后玉石要大涨价，让我赶紧涂玉石，后面有大用处。我以为他在发疯胡闹，我没想到他真的会这么干啊！你死！讨厌呀！我们李家100年的基业呀，全都毁在这个畜生手里了！完了，全都完了！他说玉石要涨价，结果他全部买了玉石，他花400亿买的边角料，他脑子被人踢了是不是啊？哎呀，笑死！对，马上就要世界末日了，快去找李凌鹤去，让他带你们去修炼。哦，对了，滚远点啊！这以后就是我家了。家主啊，大哥，不行啊！这祖宅可是咱们李家的根基啊，不能丢啊！这肯定是假的，这肯定是假的！哎呦，是假的，漂亮！哎呀，这是备份合同，你撕了没有用啊！像这样的我还多着呢。李凌鹤这个畜生，他把我们害得好惨！哎呀，行了，该说的都已经说清楚了，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就找那个李凌鹤去，把他们全给我赶出去。哦，对了，他们什么东西都不许带走。哎呀，穿的、带的，全都给我留下。突破1品了，这修炼速度比起前世确实快上不少。前世修炼起步太晚，妖魔入侵时我还没有足够的实力。我之所以能够活到最后，全靠李家人的保护。数千狼妖突破李家大门的时候，是老爷子挡在我们所有人身前，后来是二叔和二婶，最后表哥更是死战3天3夜，护我突破真仙。前世所有人都在守护我，这一世换我来守护整个李家。喂，李总，第一批玉石已经到了，给您送到哪里？送到南郊仓库吧，全部货到了后，我付尾款。哎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我有预感，再给我1天时间，我就能突破到2品。刚好能赶在灵气复苏之前。这太爽了！没想到为了几趟垃圾就把钱给赚了。像这样人傻钱多的蠢货，多来点才好啊！手脚麻利点，赶紧捡，后面货还多着呢。这套缸还有10几趟呢，你们快点！哟，刘老板刘老板亲自上阵，莫非也是接了李家这个大单子呀？啊，可不是嘛！我一听说有傻子花高价收垃圾，那一刻都不敢耽误，火急火燎的我就来了。恭喜恭喜刘老板，接了个100亿大单呀！恭喜恭喜！不过这件事还是要感谢人家李总，给了咱们白白捡钱的机会才对。您说的对，咱们都应该感谢李总啊！
东西！狗屁的末日灵气复苏，做个梦把我李家上百年的基业全给毁了！我给他打了这么多电话，他都不接我电话。找，给我找！就算把海城嫌犯，也给我把他找出来！快给找开呀！我也去找找。去吧，去吧。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难道这世界上真有修炼这种事情？哥，你相信我，这门功法你回去仔细看，照着学，这是唯一能够活下去的希望。行，到底是真是假？一起丹田暖，催真阳，过为履，透甲己，创玉枕，灌泥丸，如潮涌，如梦生潺潺源，甘露降，过重楼，归子府，落黄庭，周而复始，循环无端，天河漫漫，我自中流。我靠！这什么情况？刚才那个，难道就是灵力？怎么还没找到？老爷，能找到的地方我们全部找了，根本找不见了。就一个老丈人，他能跑哪儿去？你们再仔细想一想，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找？哦，还有后山没找。那就赶紧去给我找，就算把那山翻一遍，也要给我把它找出来。快去找呀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大哥别急，浩山那边还没有消息呢，说不定他一会儿就把林鹤给带回来。成功了！我竟然真的成功了！修炼是真的，世界上真有修炼这种事情。李林鹤他说的都是真的。说，前世你也是这样，是你一次又一次挡在我的面前守护我，让我活到了最后。3天后灵气复苏，1年后万妖之门敞开，唯一活下去的希望就是修炼。从前世重生回来了，世界真的要发生巨变了。入侵末日！是李凌鹤！我的速度好快！2品了，果然如我所想，在灵气复苏的前一刻，突破到了2品，也是时候该回去了。警报！这什么情况？站长，什么？卫星！快让营地调回送货！出事儿了！出大事儿了！快通报！李凌鹤，
个合理的解释，看我打不死你！看看你把我们大家都害成什么样了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400亿埋位放石头，你疯了是吧？李家完了，咱被你毁了！爹，大家，好久不见。你发什么疯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爹，你知道吗？你是我们李家的英雄啊！前世寿星之狼要攻破我们李家大门，是你一个人挡在了我们所有人的面前，为我们争取到了时间逃跑。你是我们李家的第1位英雄啊，爹！够了！什么权势，什么妖魔啊！你在这给我编故事呢是吧？少给我装神弄鬼！前世，整个家族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，因为你总是针对我，甚至暗中做梗扰乱项目合作，还经常跟很多女人在外面不清不楚。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自私阴暗、狡诈歹毒之人。你放屁！老婆，我没有啊！你血口喷人！是，后来发现是我错，你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。当我爹牺牲了之后，是二叔你站了出来，安抚我们，教我们制作武器，寻找救援，甚至最后为了救我，做了和我爹一样的选择。走！二叔，你也是我们李家的英雄。你不会是真疯了吧你？你要干什么？还有二婶你，虽然平时的你懦弱、贪生怕死、小肚鸡肠、无利不图，在我们被妖魔包围之时，像发疯了一般冲了出来，砍死了数百只妖魔，这才让我们逃过了一场死劫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什么妖魔？你疯了是吧？够了！别再胡说了，什么狗屁妖魔，全是扯淡！行了，赶紧把陈交出来，把李家赎回来，快点！我知道，我现在说这些，你们还无法理解，但没关系，我会证明给你们看，灵气复苏的异象马上就要降临了。你还在发疯！我看你是魔怔了，打不醒你！你怎么不躲？因为前世我欠你们所有人一条命。李凌鹤，老爷子，二叔，二婶，真的，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。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怎么连你也跟着他一起胡闹？我没胡闹，是真的。有一个给我的功法修炼，竟然真的成功了！不信你们看，你的手怎么在发光啊？这是灵力，通过修炼便可获得。表哥，你还记得我同你讲过的，3天后午夜之时，灵气复苏，天降异象又开始了吗？什么异象？异象名为五岳搬山。你要去哪儿？给我站住！走，我们也去看看。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10、9、岳搬山，那是什么？7、6。开什么玩笑？3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？2。浩轩，你怎么也跟着他一块发疯啊？1。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啊？来了吗？
四海搬山，五岳听，镇魔除邪，还羽清。灵气复苏开始了。是山，天上有座大山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谁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东岳晴天，气四雄，云海翻涌，坐披茫茫，有请东岳泰山。西岳千仞，萧雨峰，剑影雷霆，断月容，有请西岳华山。南岳烟霞，润地风，松涛暗涌，养灵宗，有请南岳衡山。北岳玄冥，藏雾渊，寒潭锁月，影翩跹，有请北岳衡山。中岳千钟，万载斜分，清寰宇，有请中岳嵩山。地震了，快撤离！不是你的城市，是山，东坡山从天上飞下来了。我带你去看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还是世龙吗？山，你看到了没有？看到了，我亲眼看到了。座山从天空的5个不同方向飞过来。陈先生，这好像是炼虚灵。这么熟悉。说的都是什么？灵气复苏，五岳搬山，这李灵鹤是什么人？李灵鹤他是江城李家的人，现在在龙腾集团当总裁。邮件中说过，3天之后会出现异象。月半山真的是灵脉觉醒。邮件，快去把邮件拿来给我看，里面还说了什么？灵气复苏，五岳搬山是代表着灵气复苏。如果这是真的，那邮件里后面说的那些，难道也是真的？这世界到底是怎么了？影响会产生什么影响？我不知道，我们这么简单不按照光形态能量到底属于什么物质？只知道按照我们当前测算能量强度，在那强光能量呈破坏性爆发状态，威力足以摧毁整个地球。摧毁整个地球？不会吧，陈先生？按照他的邮件上所说，五岳搬山之后是塔克拉玛干沙漠。还会下暴雨。对，你说的对。沙漠？喂，你刚才说是哪个沙漠？塔克拉玛干沙漠。马上调动卫星，观察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所有的异常情况。一旦有发现，马上通知我。气象局，让他们检测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气象情况。有任何发现，马上通知我。是。等等。再去查李灵鹤的具体位置，亲自检查。明白。李灵鹤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？月半山已经成真，沙漠变绿洲也会成真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以后妖魔过世。
刚才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再看一次，还是会觉得无比震撼。前世异象降临，所有人都认为这是灵气复苏的预兆，但实则不然。什么意思？不是说你翻山的异象代表着灵气复苏吗？灵气复苏早就开始了，你我能够修炼出灵力，就已经证明虎跃搬山不过是开启修炼纪元的第一道硬刀而已。第一道？你是说还有其他异象？你们看不到，就在刚才，在宇宙中落下了一道金光，那是被符文保护的一道本源灵力，而它就是激活地球灵气复苏的钥匙。金光？难道是异象开始前笼罩天空的那道金光？等本源灵力覆盖住全球的所有角落，各地的山川灵脉在灵力的刺激下将会觉醒，世界开始自主诞生灵气，而本源灵力生根的塔卡拉玛干沙漠将会降下一场大雨，枯槁千年的黄沙将在一夜之间变成一片绿洲。这怎么可能呢？塔克拉玛干沙漠可是全世界最干旱的地方，怎么可能下雨呢？沙漠变绿洲？不可能，我不信。千年黄沙，一夜绿洲？那不是普通的雨，雨里有灵力，是灵力的作用才让沙漠变绿洲，这是灵气复苏的证明，对不对？你们不相信也没有关系，灵力包裹住全球只需要用10分，而10分钟后，你们便可亲自认证我说的是真还是假。你是说10分钟之后沙漠就会下雨？这怎么可能呢？灵气复苏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会发生呢？就算灵气复苏，你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买玉石啊？修炼要钱吧？你把家里的钱全都花光了，没钱拿什么修炼呀？他说了什么？昨天他突然说末日要来，还说3天后玉石要大涨价，让我赶紧囤玉石，没有大用处。你说玉石会在灵气复苏之后有用，那是什么？玉石可以蕴养灵力，而转变为可以帮助修炼的灵石，而这也是开启修炼纪元最重要、最核心的资源。那你买那么多的边角料是因为玉石转变为灵石跟玉的品质无关。原来是这样。那玉石变成灵石岂不是更值钱了？我说过了，前世你们所有人保护我，这一世换我来守护整个李家，而我准备的这400亿玉石就是我们李家最大的资本。我在南郊买了一处仓库，这400亿玉石就放在仓库里面。你们如果现在过去的话，或许还能看到玉石转变为灵石的全部过程。那你呢？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？我要去见一个人，一个前世对我很重要的人。林鹤呢？他怎么不见了？走，去仓库。我终于再见到你了，师父，师父，你臭小子，以后的路得你自己走，你记住，只有活下去，才有希望。阿王，
师傅，师傅。前世您从来没跟我讲过师母的事情，可每当夜深人静时，你总会在睡梦中流泪，哭着呼喊师母的名字。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，看似豁达的师父您，心中也有着无法放下的执念。你是谁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说话！刚才那是什么？你给我让我做了什么？为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？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？是来帮你的。你来帮我？我亲眼看见你害死我老婆！你告诉我，你是来帮我的？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老婆？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修真者。什么修真者？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这台金光是你弄出来的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感受到，这就是灵力，灵力可以运养体体，修补人体损伤。刚才我就是将这份力量与玉配位在一起，注入了你心脏的体内。其中的灵力可以源源不断的修复损伤，帮助他治疗自己。是灵力能治病？不用担心，灵力正在修复他的身体，灵力包裹住了他体内所有的组织，所以仪器是检测不出来的。天地异象下，地球灵气即将全面复苏，没有玉石也是能够蕴养灵力唯一的存在。玉石是灵石，灵气复苏开始，灵石可以不间断地吸收天地间所有的灵气，去源源不断地为他身体提供能量。这里是身体的心脏。可是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前世你救了我。前世我救了你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啊？前世的今天，本源灵力降临地球，地球灵力开始全面苏醒，修真者横空出世，妖魔祸食，残害生灵，这世界的一切规则都变了，兄弟，才是唯一的希望。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你是从那个前世过来的？前世就认识啊？我和您相遇是在万妖之门开启的第2年，那时候我的家族里只剩下了我和我表哥2个人，东躲西藏，死里逃生，最终还是被一次妖兽的突袭给冲散。那时候我只有3品境界，如果碰上妖兽，将必死无疑，毫无生机。而偏偏您出现了，在那个人人自危的时期，您没有任何犹豫，出手救下了我。没有觉得我是累赘，没有抛弃我，保护教我兄弟，甚至为了保护我，是牺牲了。你牺牲的时候对我说：“要好好活
活着，还有希望。最后，我还是没做。后来，我修炼到了真仙境，成为了全世界最顶尖的一批人。太法，妖魔的强大已经无法匹敌。我是真仙境中年纪最小的，所有人都护着我，把我保护到了最后，以为还会有希望。但最后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拼尽全力，我用了一切的办法，但是我那一天根本就没有任何希望。太晚了吗？为什么？灵师受灵气的温养转变为灵石，是修炼的重要资源。所有人都在争夺灵石，操着错误宝贵的10年修炼时间。10年后，妖魔出世，他们发展的已经是我们无法匹敌的。所以，你打算这次怎么做？提前开启修炼机制，终结灵气复苏使人类动荡的10年。我要引导人类修炼，培养尽可能多的真仙境强者，只有这样，才能在万妖之门开启之时终结一切。这什么情况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要开始了。什么要开始了？本源灵力彻底激活了地球灵气，混沌山脉将觉醒成灵脉。灵脉？秦岭横空，孙素墨，汉江曲曲，抱昆仑，太白融雪，滋龙母，中南云起，应天。所有古上有名的山川龙脉，都将在灵气的滋补下转变为灵脉。玉石从灵石的转变，从此刻开始。宇宙检测站那边没消息，那道金光在到达地球之后就消失了，没有造成任何影响。上海那边气象局没有发现异常，气象监测站那边也发来消息，整个可卡马山沙漠的全境没有任何气象异常，也没有任何下大雨的迹象。不好了，陈先生，乌云来了，起风了！塔卡拉玛干沙漠上空出现了一个范围超过33万公里的副热带高温气流团，雨真的要来了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超级大风！陈先生，你看，这好像有什么东西才会出现这个地方？实在太靠近这来了。他说中了，其实有完身的7景象，真入现世。接下来就是灵脉觉醒，玉石变成灵石。说，什么事啊？不好了，陈先生，就在刚才，我们检测到大厦公布成本忽然爆发出了强大的能量波动，同时伴有强大的能量光束现象，这样构成未知。我们分析不出来，只能检测到能量强度已经爆表了。卫星拍摄的画面已经给你发过去了，你快看看吧。这就是灵脉觉醒，陈先生。以后，玉石就变成灵石，这不就是灵石？快，马上出发，去找李林鹤。是。修炼功法拿着好看，超着学。现在的灵气浓度足以让你们突破到筑基期，一旦突破到了筑基期，便可调动自身灵力温养自身，届时所有生理上的疾病都将不复存在。
击！幸亏兄弟，修炼当中是气功，我在南郊100里外里出仓库。老婆，你醒了，老婆，感觉怎么样，老婆？怎么回事？我感觉不难受了，好像全身充满了力量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这世界，我的天哪！现在插播一条紧急报道：今天午夜正点时分，大夏宇宙观测站观测到一团金色不明能量击中卡特拉玛盖沙漠部界，精确位置在北纬36度10分至45点分，东经34万至同一时刻。全世界多地山脉如昆仑山、祁蒙山脉、长白山地、五指山、大兴段连组、太乌山等多地山脉，全都在同一时刻亮翠绿色光源。专家称这一现象亮翠绿色光源，专家称这一现其观象很有可能与那道天外来物的高能光芒有关，具体原因尚未明确，请广大群众保护好自身安全，切勿靠近异常现象发生地。是真的，真的和灵鹤说的一样，玉石都变成了灵石，所有玉石无关品质都在灵气复苏之后变成了灵石啊！那小子没有骗我们啊！玉石价格暴涨，价格3倍，3天翻10倍，1周后有价无市。有价无市。就说李灵鹤不会在这种市场胡闹。爷子，我说20，这灵石价值1000千百万倍。自此今后，徐宁修炼时代中，咱们李家的底蕴，咱们李家没有了，咱们李家要一飞冲天了。这样吗？你高兴的太早了，咱们李家花400亿买玉石的事动静太大，而且玉石转变成灵石动静也不小，如今应该已经引起不小震撼。所有人都在探查原因，人们发现灵石的根必然会掀起一场新武器，我们李家必然是首当其冲啊！所以现在当务之急立刻开始修炼。前世也是如此，灵气复苏，灵石一夜之间成为真品，所有人都在相互抢夺，从而爆发了一场长达10年的资源混战。这期间造成了无数人员伤亡。妖魔出世之时，人类已经毫无反抗力。这是一个必然会经历的过程，这一切太突然。因为在原先法治社会，历史里还想着如何赚钱，一步慢，步步慢，所以前世人类一败涂地。那你的意思是修炼？所有人立刻跟我修炼。前世灵气复苏之后，修真者就已经出现了，许多有实力、有底蕴的势力，手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些关于修炼的典籍。如今的世道，实力才是一切。我会传授你们功法，我们立刻开始修炼。好，李灵鹤，以后李家就交给你来带领，我们都听你的。我来引导你们修炼，按照我教你们的功法，开始尝试吸收灵力，在自身体内运转，行走周天。每个人的天赋不同，筑基的时间也会有所不同。在这期间，我会一直引导灵力帮助你。切记，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终于走到这一步了，但留给我的时间并不多。现在应该已经有人发现了玉石的变化，等爹他们全部筑基成功，我也得尽快修炼。我见鬼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玉石怎么会发光？
喂，老万，老万，出大事了！我这边那些玉石突然间透亮，发绿光，感觉要变异了。什么？我这边的也是，我都不敢碰。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我感觉跟新闻报道的那些事儿有关。不行，我得问问其他人，看有没有知道啥情况。感觉像好事儿。你问到了，赶快告诉我一声啊！行。好事。老板，出大事了！老板，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？老板，你看我的手，你有病啊！我开手干嘛？这怎么回事？你的手好了？之前我记得你没有食指啊！老板，你看我刚才是想看看这个发光的玉石是怎么回事，我刚一碰上去，突然就一种不知名的舒服感觉被包裹了，就像咱们泡温泉一样舒坦，让我回身之后我手就好了。什么情况？玉石发光能治病？老板，这是真的啊！我也试试。这，我没有说错吧？是真的吧？这是宝贝呀！我们要发财了！快告诉我，库房里还多少库存？咱们现在仓库还有30万吨左右的原始材料，还有8万吨左右的成品，加起来总共40万吨左右。什么？怎么才40万吨？前我记得我们有几百万吨的囤货吧？老板，咱们原来库存的那些原石废料跟边角料，前2天一块打包卖给李老板了呀，你忘记了？我要收购玉石，不要成品，要玉器废料，还有那些做不了手的废料，你怎么给的？李总说的是原石吧？这个当然有，我手里至少有50亿的货，就看你能要多少了。40亿，全部给我。李总，你说什么？我要全球扫货，这40亿只是定金，今天就能结束，后续还会有300亿的追加，今天也就没了。不过，老板，哎，老板，你没事吧？你告诉我，咱们库房原石废料、边角料有没有变化？有没有发光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咱们那些废料、边角料全打包给李总了。不过按照目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，应该差不多。这又怎么了，老板？糟了！坏我大事了！到底怎么了，老板？坏什么大事了？不明白。如果所有玉石都是变成发光的宝贝，林鹤他就发达了。那又怎么样？这玉石的价格跟品质挂钩的，这品质越好，价格越高呀。李总打包的全是废料、边角料，就算玉石发光，这效果肯定是咱们的好呀。万一呢？万一这次不看玉石质量，只看数量，有问题，绝对有问题！我怎么没想到，李林鹤堂堂上市公司总裁，竟然跟猴一样，怎么会蠢到买一堆垃圾？3天前，就是3年之前的事情，我就说他怎么那么着急让我2天之内送货，2天刚到，时间一过就出这样的事情。要是我，他提前不知道情况，就不行了。还有这种事情？那个李林鹤他是怎么知道的？他怎么可能提前知道这种事情呢？老板，咱们也挣了他40亿呢，要不趁消息没传出去，咱们也囤玉石啊！还囤个屁呀！新闻你没看吗？过不了今晚，所有手里有玉石的人都知道这种情况。就在刚才你来之前，南非玉石老板万山青就打电话过来问情况了。这么快的吗？40亿，我才挣他40亿。你看着吧，明天玉石行情肯定要暴涨。他买我40吨的货，明天买个400亿吨都有可能。更何况他手里远不止这件囤货，他手里还有其他货。
将资产全部抵押贷款400亿，全球扫货收购玉石废料，2天时间内至少囤了2-3千万吨的货。光给他运货就出动了上百辆重卡，从前天开始，一直到2小时之前才结束。你知道那手上多少存货吗？随便一到手，你知道能挣多少钱吗？早知道我就该多留个新加坡卖给他，我怎么早就没反应过来了？我还消化人家，搞到最后我才是那个傻子。于总说的是原石吧？这个当然有，我手里至少有50亿的货，就看你能要多少了。40亿，全部给我。我才挣他40个亿，李贺你个畜生，还压了我10亿的价，气死我了！老板，事情到现在这个情况，你别气坏身体了。大不了把消息放出去，就是说他手里很多玉石。你说的是什么？我是说，大不了咱们把他手里很多玉石这消息放出去，匹夫无责，还必有罪啊，让别人找麻烦。站起来。对，我直接找备胎区的老板联络起来，把他给抢了。对啊，咱们直接给他抢了。这就打电话。什么情况？你们什么人啊？干什么呢？你是谁？你要干什么？这是10个亿，我要你手上所有的玉石。什么？10亿就想白做手上所有的玉石？你怎么不去抢了你？赶紧滚！这里不欢迎你。这什么情况？老板怎么飞出去了？我没有时间跟你浪费，我给你3个手，要么交出你所有的玉石，要么死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3，这么情况啊！2，我全部给你，我给你。大人，我手上有精品玉石原料将近30万吨和成品玉器8万吨，总计40万吨左右的货。您给个地址，我立刻派人。哎不，我亲自给您送到府上。你确定只有40万吨？真万确啊，大人，我怎么敢欺骗您呢？确实只有40万吨的货，不信您派人查我仓库。什么情况？这么的玉石大集团，存货还比不上几个玉石厂商，而且还不止这一家。最近是不是有什么人在大肆收购玉石？有，还真有。就在2天前，龙腾集团董事长李林鹤来找我，花40亿买了160万吨的玉石原料。不光如此，他把李家资产全部抵押，贷款400亿，全球扫货。收购玉石，当真如此啊？确实如此呀，大人。据我推测，李林鹤手上现在至少有3000万吨的玉石。原来如此，怪不得我走了几家玉石厂都没有多少货。原来是有人捷足先登。李林鹤没有听说过呀。哎，大人，我知道李林鹤在哪，我带您去。很好。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，事成之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我给你2个小时，把你手上所有的玉石都送到镇北王府上去。什么？您是镇北王？你去找林鹤的小子，告诉他，我愿意出3000亿到他手上所有的玉石，我随后就到。3000亿啊！这你就不用多管了，照着我的话做就行了。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是瞎猫碰见了死耗子，还是他真的知道些什么。明白，明白。去躲吧。镇北王，真的是传说中的镇北王。
这下看你要怎么办！是，老板，立刻安排人给镇北王送货，然后跟我走，去找李林鹤。好。我现在就告诉小姐。叶先生，传来消息，现在市场上有人大肆开始收购玉石，甚至已经出现疑似修真者存在了。这么快，消息准确吗？千真万确，而且镇北王府也传来消息，赵孤鸿出现了，他也在大肆收购玉石。赵孤鸿，确定是赵孤鸿？确定。有照片吗？已经发在您平板上了。真的是赵孤鸿，他没死。陈先生，是有什么问题吗？这个赵孤鸿20年前就应该死了，怎么还活着？而且照片上看，他比20年前还年轻。什么？难道他真的是修真者？沈会长性格孤僻，心狠手辣，而且他是修真者，小大，而且他现在大肆收购玉石，说不定他知道李林鹤之前的举动。不好，快速度！见到李林鹤，他有危险。是。我竟然真的是修出了灵力，我成为修真者。这种感觉好奇妙，我能对自己身体感知比之前清晰了无数倍，甚至能看到我体内灵力运转的痕迹。这就是李明后说的内视己身吗？这就是成为修真者的感受吗？好舒爽！我的近视好了。大哥，你的脸好像变年轻了。果真如此，在突破的一瞬间，我就感受到我的身体年轻了10岁不止啊！腰也不酸了，腿也不疼了。1品了，我突破到1品境界了。老爷子，二叔、二婶，突破筑基的感觉怎么样？特别好。林鹤为咱们铺好了所有的路，然后被咱们误会了。记住我之前说的话，从今往后，我们李家全听林鹤一人的，可不能拖了他的后腿啊！听明白了吗？算了。现在是林鹤突破的关键时刻，咱们先出去吧，千万不能打扰他了啊！人来了，还是什么人？李林鹤人呢？叫他出来见我，快点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找林鹤有什么事儿？老子贾万金，环宇玉石集团老总，叫李林鹤出来，我有笔生意跟他谈。怎么可能？是谁干的？是前总裁李林鹤的权限，现在追查到权限是指向一个名为环宇玉石的玉矿公司。是你？你认识我？贾老板，有什么生意直接和我说。如果是买卖玉石的生意，那就免开尊口了。我们不卖，不卖。3000亿，我要李林鹤之前收购的所有玉石。不卖。你们傻了吧？啊，我这里可是3000亿呀！李林鹤之前收购玉石，他花了400亿，3000亿你们赚大了。你们确定不卖？你真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？贾老板，请回吧。
敬酒不吃罚酒。告诉你们，我是代表镇北王府来的，3000亿不是我要，是镇北王要，你们敢不给？镇王？什么镇北王？连镇北王都不知道啊！80年前征战边关，立下赫赫战功的镇北王赵孤鸿，拥有非常手段，可替天崩地裂，所到之处天地变色，鸟飞兽散，万人敬仰。赵孤鸿，竟然是他！大哥，你知道他？赵孤鸿，30年间传说一般的人物，几乎统治了一个时代。20年前，外界传闻他因暗伤缠身，按理说应该已经病逝，没想他竟然还活着。那他今年不是都100多岁了？这怎么可能？哎，别管什么可能不可能的，我就问你，镇北王要，你们给不给？修炼，所有人立刻跟我修炼。前世灵气复苏之后，修真者就已经出现了。如今的世道，实力才是一切。怎么办？没猜错的话，镇北王也是许仙人。按照镇北王府的理论，赵孤鸿实力肯定要比武器不多，说不定比林鹤都强。还犹豫什么呢？镇北王可是你们惹得起的，他想要的东西没人能拦得住。现在还能给你们3000亿，那是不想把事情闹大，是给你们面子，是恩赐。要是惹得镇北王他老人家不高兴了，小心落得个人财两空。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，现在就回答我，卖还是不卖？不卖。什么？玉石我们不卖，不管谁来都一样。好一个谁来都一样，好一个谁来都一样。好小心，很强。他们这这到底什么情况？他们怎么变成这个样子？难道是因为玉石？果然和我想的一样。李凌鹤收购玉石是为了修炼，我就说会有这么巧的事情。不过也好，我省了麻烦。这什么情况啊？不好！太恐怖了！这比当初在办公室里给我的感觉还要恐怖几百倍。怎么办？现在正是联合突破的关键时刻，绝对不能受到打扰。里面修炼的就是李凌鹤，有我家人快死了，你还有心静下来修炼？有意思。不要！我平生最讨厌的就是不知好歹的人。浩轩，住手！灵石我们给。你敢命令，还敢赠？大哥！你知道吗？敢命令我的人都得死。手下留人！是你见过镇北王，你家人对我还有用，你看在我的面上，放你家人一条生路。以后陈某必将携众女登门道谢。就凭你，还不配让我手下留情。什么？赵孤鸿，你知道我的地位，你确定要这么做？世道变了，现在是弱肉强食的时代了，谁的拳头硬，谁说了算。身份和地位已经没用了，小娃娃。你……不过我倒是很好奇，你凭什么给这帮虫子出头？难道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？
难道你是为了李凌鹤那个小子？我的确是为了他，因为他告诉我，这个世界的玉石遇到灵力就会变成灵石。他还说，1年后将会打开万妖之门，人类必须团结，否则将被妖族所灭。万妖之门都知道，还有呢？还知道修炼功法，其他的他没有跟我多说，但是我相信他知道的很多。我就说是什么地方不对劲，原来是功夫。你什么意思？李凌鹤给他们练的功法比我的要好得多，我的功法更加的完善，更加有效。武器才打开没多久，他们就练到了2品境界，天赋惊人呐！所以他们更得死！不要！不要！什么情况？你就是李凌鹤？是。他就是镇北王赵公红，实力很强，千万要小心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。口出狂言，这天高地厚的小子！我给你个机会，自断一臂，向我们家人道歉。我也给你个机会，亲手杀了他们，我留你一命，在我身边做条狗。那就是没得谈喽。你还没有资格跟我谈，不过请你放心，我还不打算马上让你死。我对你身上的秘密很感兴趣，我要慢慢的研究。是吗？凌鹤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去就会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到底是什么境界？凡境4品。不可能，你只有4品，怎么会这么强？这就是强了。看来你只会欺负弱小，像你这种人，在我经历的时代是死的最早。你到底来自于哪里？不道，问心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给了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不是想知道我从哪里来的吗？你很快就知道。你刚才给我看了什么？赵公侯，我且问你，倘若在不久的将来，万千妖魔将入侵人类世界，你是否会愿意为了保护人类而战？我不会。你是为何而修炼？我是为我自己能够活下去。你既然知道万妖之门的事情，告诉我，你身上这是黑色灵力从何而来？我族有秘法，可以通过血迹炼体修炼出灵力。我可以改的，我可以改的，求求你饶我一命呀！我愿意做你让我做的任何事情，我求你让我活下去。不，你不会改的。前世就因为像你这样自私自利，
恃强凌弱、为所欲为的人，才让全人类走上了绝路。我给过你机会了，你不配活。不要！凌鹤，哎，赵孤鸿呢？死了。啊！我知道你想问我如何知晓这一切，因为我亲身经历过一次。灵气复苏不可改变，万妖之门的开启也不可改变。人类必然和妖魔有一场关乎种族存亡的决战。你经历过，那最后血战80年，人类一败涂地，无人生还。所以这一次，我一定要赢。我能帮你做什么？3日后，召集其他3大王府、大夏3位上尊者，以及大夏境内其他势力的代表，前往镇北侯府集合。我要公布修炼功法，传道救世。